就是案例念明空不二。念是往内，外是往外。内心外在的事物，当我们在这个生活的过程当中，几乎是往外看，看着所谓的色声香味触法等，就经过我们的眼耳鼻舌身意来去看外在的东西，看别人不看自己，这是一个极大的一个问题，因为看不清楚自己只看到别人。当我们生活当中遇到不顺的时候，总是会觉得是外在的东西在阻挡我们，阻扰我们，伤害着我们，然后不让我们成就等等的。那是因为我们是往外看，这是一直以来的一种习气。问题来的第一开始就是要看外面出了什么问题，而不会去看自己内心有出了什么问题。这是一个我们反复的一个习惯。但是很多问题不是从外面进来的，而是从自己的内心出来的。外在只不过是作为一个助缘，因为有这样的一个缘分，然后让我们心中产生了疑虑烦恼。这就是所说的万法唯心的道理，唯识中所说的三界唯心，或者是在佛教的宗旨，那是不管是三界的轮回，还是出世间的三乘等等，都是出自于心，就是这个道理的。所以在这里讲到念明空不二的时候，我们先要懂得关于自己的内心，去看自己的内心在想什么，他的状况是什么，要认知它，而这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我们以前没有这样的习惯，但是今后我们要有一个习惯，就是往内看。这个市面上不是有一个所谓的内观吗？内观是什么？不是说内观自己的这个五脏六腑等等的，而是要观自己的心，这叫做内观。佛教不是被称之为内明吗？内明，那就是明白自己的心，然后观自己的心，来得到所谓的成就，那叫做所谓的观自在的意思，就是这样子的，就是观自己而得以自在。什么叫自在呢？就是没有束缚，对吧？没有束缚，没有束缚就变成了自觉自在。那么观自己的心然后就找到自在，找到解脱。如果我们所有的这个轮回当中的过失都是怪于别人的身上，怪于外在的东西，或者是我们求所有的一些快乐美满都是从外面求，那永远得不到最好的，
得不到所谓的解脱等等。这就是一个人的幸福与快乐或者说痛苦的关键不在于外面，而在于自己的内心。所以有时候我们有机会的话就是这样子打坐，不往外看，就看着自己的心在想什么，心里面的所有的起心动念看在眼里，让它自己生，让它自己灭，不用去阻止它，也不用去刻意的升起它，而是放着它，让它自由自在。但我们不要忘记这个东西的存在，不要忘记这样的一个感觉，内心的感觉。我们也很清楚看见我们的心现在正在起烦恼，那些烦恼的体性、烦恼的分别、烦恼的形象等等，要一清二楚让他看见他的出生，也看到他的消灭等等，这样看。这样看起来的时候，我们会了解到一个事情，那就是我们的痛苦的这种感觉，我们不用刻意的去阻止，我们就看着它自然而然会没有。当我们升起烦恼的时候，也是看着它，不要让它衍生我们不要把我们的心作为烦恼的助缘，让这个烦恼更为扩大。这样一来，烦恼就没有这个所谓的后面的支撑力让它一直提升的力量，所以它自然而然会不见了，没有了。所以有时候我们这些的烦恼不需要刻意的去占住它，而是不要去做它的助缘，它自然会消失的。为什么我们一个嗔恨心的出现，然后一直不断的增长？那就是因为我们很在乎这个嗔恨心，因为我们给它了一股力量，让它一直衍生的力量。我们不在乎它，我只是看着它，那它就没有这个助缘让它衍生，也让它持续的，所以它自然而然会消失的。所以我们要懂得什么叫做无常。我们快乐的时候不要去骄傲，因为快乐也是一种无常，它自然而然会消失的。我们痛苦的时候也不要那么的沮丧失望，因为它也是无常，也会消失的。所以要懂得这个道理，看着它，不要去执着它。那么今天的这个52抉择安立，抉择是一个过程，安立是一个结果。那么抉择呢是所谓的观察研究然后分析这叫做抉择。因为经过我们的智慧来去分析事实，或者说探究，然后安立的话经过智慧的分析之后就做一个结论，那叫做安立。最后的决定它是什么？所以探索什么呢？探索我们的内，就是内心。
内心当作是一个我们研究的对象，然后用智慧来去研究分析。结果是什么呢？结果的安利是什么呢？安利是明空不二，所以觉者安利内明空不二的意思就是这样子的。那至于我们怎么去观察怎么去做觉者安利呢？那个后面的文字应该开一下有点闷。自己的相续中若起任何的贪嗔等，应如侦查员一般清楚彼等个子。所以当我们禅修的时候就看着自己的心中的分别妄念，它是属于烦恼的还是清净的。如果它是烦恼的，那是哪一种的烦恼？那是贪还是嗔还是痴？什么样子的烦恼，我们就看着它。这个时候我们自己呢就扮演着侦查员。侦查员是什么意思呢？比方说战争的时候这个有一个叫做侦查员，他可能在前面去看敌人的这个站岗在哪里，敌人的军营在哪里然后看清楚。同样的，我们就看着自己的心他的要清楚他的各自的存在。比如说清楚这个是现在升起的，这个是嗔，再升起的这个呢是贪再升起的这个呢是痴等等的，你要很清楚不要把贪当作是嗔，不要把嗔当作是贪着，或者是说不要把贪着当作是这个痴心悲心等等，因为这个比较相似对吧？不要把这个慈悲心当作是一个贪心等等，所以呢要很明确的了解我们现在心中浮现出来的这个概念，这个分别妄念是属于什么样子的性质。意指彼等从何而来住在内或外境哪里，何等形象形色由此等用各自分析的智慧来从环境中找到。所谓的环境呢，当然不是在外在的这个环境，而是说内心里面的这个环境当中找出。当我们提到这个嗔心的时候，我们就想它是从哪里来，然后他现在住在哪里，他一会儿会去哪里，他是什么样子的形色？所谓的形色就是说什么样子的，它是属于是黑色的、白色的，还是方的，还是圆的，还是什么样子的方法？这样去分析一直想要找到这个嗔心的究竟它到底是什么样子的一个情形。这时候我就想到说，这入菩萨品里面讲到，其实我们无始以来败解这个烦恼，还是输给这个烦恼。为什么我们输给他呢？败给他呢？我们输得很惨，因为他让我们束缚在文化里面，一直受苦，一直不断的受苦。
轮回当中人天的果报是属于是比较快乐的，比较好的，但是我们人世间有多少个快乐？也没有多少，几乎是受苦的这样的一个状态。谁给的？是烦恼给的。那个烦恼有那么大的这个力量，让我们全部的有情众生伤害的那么的惨，或所输的那么的惨，他是不是非常非常的有智慧的？他是不是有脚有手来对付我们的？几天菩萨说，其实他是非常非常笨的，笨到不行的，因为他是烦恼嘛，他是无明嘛，对不对？所以他不是有智慧的。那他是不是很会诱惑人的这种，很会讲话啊，很会讨人喜欢或什么的呢？不是，因为他是人人都不喜欢的。那他有什么力量让我们迷惑，让我们输呢？几天菩萨说没有任何的力量，只是我们没有去看到这个东西它是什么东西，所以我就拜了它。只要我们看到了烦恼是什么的时候，我们就很轻易的去胜过它就是说你看到了它自然而然会消失无疑的状况。所以我们就只是没有看到它，所以呢拜祭它。所以在这个里面的这个关于这个烦恼是断烦恼的一个要害，或者说一个最好的一个办法。比方说我们为了断烦恼，然后一直做大礼拜做到满身大汗，每一天都做3000、4000个大礼拜，然后做到死亡为止。但是我们没有去看这个烦恼的话，我们只会累只会累积了一点点的这个福德，但是对于烦恼没有任何的伤害，减少。因为烦恼是怎么产生的呢？烦恼不是身体很舒服就产生了烦恼的。如果身体舒服产生了烦恼，不舒服就不产生烦恼的话，那就像地狱的有情众生，他早已经解脱了，他没有一分一秒的快乐的余地呀。所以这个断烦恼就是要看清楚这个烦恼，让找不出来则是贪嗔等的实相。所以我们去看，那是真的是找不出来突然间心中产生的这个烦恼，它是从哪里来？没有一个地方可以来的。就像一个苗芽的话，它是从地里面长出来的，它有一个来处。可这个生是从哪里来的？看着它从哪里来？没有地方来，它去了哪里？比方说今天刚刚有，现在没有了，那它去哪里了呢？没有去哪里。它是什么样子的东西？不属于任何一个东西，所以就是看不见它，就表示它是没有的。那没有的，为什么我们就感觉到它的存在呢？那是我们的无明，因为我们无明，所以感觉到它的存在。就像梦里面的这些种种，我们在做梦的时候感觉到它的存在，很清楚的看得到它的存在。觉醒的时候感觉不到，也看不见。为什么？因为做梦是
它有前提，什么前提呢？就是睡觉，睡了，那就变成了无明了，你的智慧的门关了，那就是变成了一个黑暗的，这个黑暗的无明的状况当中，就出现了很多不存在的变成了存在的，那就我们这个梦里面的这个大象好了，我们现在就想它是从哪里来的？没有地方来啊，它不是从外面开门进来的，没有地方来。那觉醒的时候，那群的当然去哪里了？没有地方去呀。那它到底是什么东西？什么都不是啊。同样的，我们这个烦恼也是这个意思的。我们无明的时候就感觉到这个烦恼，但是觉醒的时候就没有这个烦恼。所以我们感觉到那叫做明，不存在任何一处，那叫做空。所以这样的明空不二的状况，心安住，那叫做明空不二的一种禅修，一种禅定。这不难呢，不难，只是我们愿不愿意去做。这个很容易得到的，但是有很大的帮助的，会减少我们的烦恼，甚至完全断除我们的烦恼，我们得以解脱。那是不是我们世间的万物可以买得到的东西？但是很简单的一个动作，就很舒服的、很理智的去看着它，就像我们在看电影一样的，就看着它的出现啊、消灭呀、它的形象等等等等，然后看着看着就知道它实不存在的那叫做明空不二。那这个现在呢，我们是反复，所以这样的观修是一种妄念，没有错，就是一个跟着妄念来去观修的。真正的慢慢的成就了，那总有一天我们的心跟这个明空不二融合为一。这意思就是说，我们现在分别妄念的时候有一个所缘境，这个身，这个参，这个性解，这个智慧，然后我呢就是看着它，所以会有这个能所二取的这个现象。没有办法，我们只能这样子，因为我们的心的动作全部都是用分别妄念来去那个执行。总有一天这样的这个二元对立不存在，消失了，自己的心跟这个空性融合为一，没有任何的戏论的时候，那就被称之为所谓的正悟。那就是我们要达到的目的地，就是这个。那个时候我们就完完全就断除了这个烦恼。所以我们日常生活当中这样的观修，就会减少一些部分的烦恼但是还是会有这个烦恼存在的感觉，因为我们不是从根拔起断除了这个烦恼，因为这个烦恼是无始以来到现在就有了，已经根深蒂固在我们的心中，所以不是一做的这个禅定当中就可以消失无疑的，不是那么简单的。好的，所以慢慢的来。
若观察则不得，若未观察则显现，这是所谓明空不二。所以我们不去看它，它就是存在；我们去看它，它就是不存在，就这个意思。比方说假如我们在一个没有灯光的环境当中，可能会感到好像是有一个东西的出现，让你看不到这样一个东西。可是你没有注意的时候呢，好像是有一个人的东西，好像是有一个生命的感觉，好像这个是一个鬼啊，或是一个天啊，或是一个神啊，或什么之类的。那你看的时候呢，看不到，或者把那电灯关起来，什么都没有了；不是电灯开起来，什么都没有了。但是一关的时候，好像有一个东西的感觉，那是什么？那不是真的有一个什么灵异世界的一个东西存在了，而是我们心里面的作用。我们心里面会想，有，那就是有；心里面想没有，那就是没有。因为都是我们用我们的心产生出来的。当然不能够否定六道轮回嘛，对吧？有所谓的天啊，有鬼啊，或什么都有啊。但是我们人类的大部分的人呢，都是自己想出来的，然后用自己的心来吓唬自己就这样子而已。所以往内看，什么叫做明空不二？那没有去观察就存在，观察就不存在的这个叫做明空。因为如果有，那么它就经得起观察。所谓的经得起的观察，就是说你观察了，它一样是可以存在的，那就是它真的是有。那你观察了它不存在，那就经不起观察嘛，对不对？所以万物都是一样的，你没有去经过你的智慧观察的话，它就是有。可是你经过你的智慧去观察的时候，它就没有，那叫做明空不二。同样的，对升起善念、恶念及无记之念，无记之念头时，就如上述与侦查员一般，各自分明。无论升起什么样的念头，分明各自为最重要。就是说，我们要认识它是很重要的。心里面产生了善念也好，恶念也好，或是无记念，无记念就是说不是善也不是恶的念头。不管出现什么样子的念头，你都是要清楚，这个是烦恼的，这个呢是清净的，这个呢是不是善也不是恶的念头都要很清楚的看待它这个是他说是最重要最重要的。因为连他都看不清楚，那我们就没有办法去了解他的真实面目。比如说，假如我们是个研究人员研究一个东西的时候，先要拿到那个东西在手上，再来去研究，不是吗？连那个东西都不存在在我的手里面的话，我怎么去研究它？所以观灭明空的时候，先要看到内在的这些念头分别妄念，再来去看到这些分别妄念是显现但是呢不存在的道理。由此于说有见占细论之理，也就是说见地嘛，对吧？见地，什么叫做见？看见，很简单的，对吧？我看见了。那么看见了什么呢？不管是内在的、外在的真实面目，那叫做这边说的见，或这边说的所谓的见地。
外显空不二，内明空不二这样子的一个概念，这样的一个智慧被称之为所谓的见。那这个见呢，它断除什么呢？断除细论。什么叫做细论呢？就是不符合真理的妄念，那叫做细论。它不是好的，我们把它执着为好的，那也叫做细论。它是好的，我们把它执着为不好的，也是叫做细论。它是存在的，我们把它执着为不存在，也是细论。它不存在，我们执着为它是存在，也是细论。意思就是说，我们执着的最近的真实的状况跟我们的执着两个不符合，不是一致的，那叫做细论。那么我们有正确的一个见地的话，那么我们就断除不正确的见地，不正确的看法，那叫做以见断细论，是这个意思。一二有观修实行其意，其意指的是刚刚上面说的这个见地。那这个见呢刚开始的时候经过文思的方式来得到这个正确的见地，那么得到了这样的文思所生的智慧，或者文思所生的见地，它能起多大的作用呢？它的作用是有限的，它没有办法真正的断除我们的烦恼，因为它只不过是一个文字所得到的一个智慧而已。那么它只不过是一个知识然后就断除我们不正确的这个细论这样的而已。但是呢，我们的烦恼有两种，一种是遍计所生的烦恼，一种是俱生所生的烦恼。那么所谓的遍计所生的意思就是说，后天性的来到了这人世间，开始的时候没有的烦恼，后来被一些宗教也好，或者是一些世间的人灌输了一些概念，不正确的概念，那就叫做所谓的遍计所生的一种烦恼。那个很简单，就用上面的这个见地，正确的见地来能够断除这样的细论，直接可以断除。比方说这个杯子我们被人灌输这个杯子呢是古董这杯子是古董，然后价值连城什么之类的，那我就对它非常有执着对它起很多的烦恼。可是我遇到了这个专家鉴定，它不是古董它大概1-2年前被制造的。这时候我就那一刹那就断除了它是古董的这个概念，这个细论，我再也不会把它执着为那么珍贵的一个东西。这是遍计所生的执着呢，我们就经过文思所生的智慧能够断除。但是俱生所生的烦恼呢，就像贪嗔痴这些无明我执这些是从无始以来一直存在在我们心中。我们刚出生的时候就有这些的存在，这不是被人灌输进去的时候才是有的。
那么那个呢，我们现在就经过这个正见，这个文字的见地了，知道说我这样一说，我们心中的我执会没有了吗？当然没有办法没有，它仍然是存在的。那么我们怎么去战胜这个我执呢？那就是要修行实行这个一直不断的去观无我的智慧。就像有一些禅师，他会在日常生活当中，他就可能拿着一个念珠，他就说念佛的是谁，念佛的是谁，念佛的是谁，汉传的这个禅宗里面有这样这个例子嘛，对吧？然后他说我是谁，我是谁，我是谁，就是在观这个所谓的无我，对吧？他要找这个我，找不到就是观无我，一直要劝习，不断的劝习总有一天我们会证悟无我，然后我执完完全全没有，这个是用修来的，所以修所生的智慧才能够断除具身的我执，具身的烦恼。所以呢在这个里面说先有了这个见地，再来呢就是要实施这个见地，以见断细论为真，然修集执和胜观。集执跟胜观它两个区别在哪里？集执呢是静态，胜观那是动态的。集执是锁定某一个所缘境，然后呢就维持那个状况不动。那胜观是把那个东西分析那个东西，透过你的智慧来去分析，它是无常的、无我的，然后有漏的或什么什么什么之类的去分析。所以同一个所缘境上面可以有直观同时进入的状况，那叫做直观。有时候首先要修集执，像你说咱们入菩萨行论里面说了，因之具有集执，叫由观将灭诸烦恼，故先寻执其一统，无贪世间将成就。入菩萨行论里面怎么说的呢？他说如果我们心中有了这个直观里面的直，那他就用这个观来断除烦恼。所以观是智慧嘛，对吧？这个智慧是从哪里来？那是从执而来，集执嘛，对吧？执要产生观，没有了执就不会有观，意思就是这样子的。所以我们要分析某一个事物的时候，我们先要清楚这个事物，就刚刚上面说过嘛，这个烦恼我们要清楚这个烦恼。那么有种办法清楚，我们就要很平静的去看待它，那可以看得到它的这个看得清楚它的每一个部分。如果我们的心是浮躁的动态的，那我们就看不清楚这个所缘境。所以要有一个稳定的集执才能够产生真正的所谓的
观或者说圣观。那么有了这个圣观，就是能够断除烦恼。为什么即时就不能断除烦恼，然后圣观就断除烦恼呢？这很简单的，因为烦恼是无明，不管是贪嗔痴慢疑邪见等等，这所有的烦恼都有浓浓的这个痴的无明的这个成分。所以那个圣贤师父曾经说过有智慧的人就没有烦恼有智慧的人就没有烦恼，就是这个意思的。因为智慧刚好智慧是像那个阳光一样的光明，无明是黑暗。那么这个黑暗当中被光照起来的时候就变成亮了，这黑暗就没有了。所以急的话，它只是一个停留在一个平静的一个状况，它跟烦恼是不相违的，没有冲突没有相违，所以没有办法直接去对付这个烦恼。甚至佛说了慈悲心它可以暂时把这个心里面浮现出来的这个烦恼平静下来，贪嗔等等的，但它没有办法从根拔除。为什么呢？因为慈悲心跟这个烦恼其实它没有相违的，所以没有办法作为它的对视力。那么这个烦恼跟谁有相违的？那就是跟这个所谓的智慧有相违。智慧跟烦恼是完完全全是相违的。所以只要你的心中出现了这个真正的智慧的时候，那么烦恼自然而然会断除的。所以呢，经过这个集止，然后产生了圣观，经过圣观就断除了烦恼。那么断除了烦恼，这是没有束缚。那没有了束缚，那叫做所谓的得到解脱的意思，这样。那吉田摩说，一个人想要断除烦恼，那就是要有止观。止观两个里面，先要寻找什么呢？先要寻找所谓的止。那么这个止，然后是集止是从哪里来的呢？无贪世间将成就。真正的当一个禅师，他至少要对于这个五颜六色的这个世间当中的贪着要减少不要有这个贪着，不要有这个烦恼你一旦有了很强烈的贪着的时候，你的心就静不下来。所以要禅修的基础就是要离贪，就是远离这个贪着。不是你平常做多久就能够产生这个止的这个禅定的，而是你对于这个不管是吃的也好，穿的也好，或者是一个人事物任何方面的贪着要减少，越减少的时候，你的禅定的这个修行就越来越提升的一个状况。所以几年菩萨说，这个止是从哪里来的呢？就无贪无贪世间，就是说不贪这个世间，然后就产生所谓的集止。其为虽然阿毗达摩集论当中所说的直观的次第没有绝对的，也就是说阿毗达摩集论是那个你说什么
阿毗达摩集论是那个无着论师写的。那因为里面讲到说只观不一定是先有执才会有观的，那有时候有这个智慧然后产生这个即执也有但是呢这个这里也讲到说，但如此般的次第为最上之意。所以如此般的指的是像那个入菩萨行论里面所说的，或是我们基本上来讲的话，那么先有一个执才会有一个观但当然这个执也是要有智慧，没有智慧也没有办法有这个执。比方说我们先闻思嘛，我们闻思求来了一些这个智慧或者部分的智慧，然后来打坐修这个执，然后再产生所谓的智慧。所以呢他们会有互相的一个帮忙的一个作用。关于圣观，关于观修即止之理，吾在无着安和里的禅定灯论的注释已广说过理应在那里去理解。也就是说，如果你想要看这个荣庄麦森格他所著的关于执的部分的讲说，那就在另外一部论里面，另外一部论的注释当中那一部论呢是在这个无着菩萨无着论师他写了一部论叫做叫禅定灯论。那个的注释里面有详细的说明，所以要去翻阅那个才能够理解他所说的直观的不是即止的一个观修方法。在此主要说明的是圣观。为什么在这部论里面主要说明的是圣观呢？因为这部论的名称那叫做见地对不对？见地。那么见地呢是跟这个智慧有关系的，所以呢主要做的是圣观，所以他没有详细的说明修这个执的部分。若问何谓圣观之因，则答在这份密意经曰寻多闻。也就是说，我们如何心中产生这个圣观的圣观呢？那解分密经里面有讲到说寻多闻，就是说我们要寻找多闻，就是说我们要听闻很多很多的佛法就能够得到所谓的圣观。因为刚刚我们上面说了，那个圣观的观那是智慧嘛，对不对？你没有听闻，然后一直念唵嘛呢叭咪唵嘛呢叭咪唵嘛呢叭咪，它会产生这个观吗？它对于你的这个理解上面没有任何的帮助，除非你的过去的生世当中你的修行很好，然后这一次因为你观修这个观世音菩萨的教育作为一个最后的那个祝愿，然后你就那个亲见了观世音菩萨，然后被观世音菩萨的这个加持跟你过去所累积的福德融合在一起，然后你就证悟了。要不然光凭这个念佛就没有办法得到所谓的真正的证悟的。所以从基础上面来的话，或者从开始修起的话，你一开始的时候一定要多闻才会有这个圣观，没有多闻就不会有这个圣观。
所以那个圣观的因是什么呢？那是多闻。圣观的体性是能分辨圣法的智慧。就是说圣观的体性是什么呢？就是本身的意思，对吧？圣观本身是什么？就像我们一个东西观察的话，在这个杯子，那这个杯子的体性是什么呢？它是陶瓷，对吧？就是瓷做的体性。那同样的，圣观的体性它是什么？它是什么样子的东西，或者什么样的东西呢？被称之为什么叫圣观？或者说圣观的它的材质是什么？那这里面就回答说，能够分辨圣法的智慧，说它是一个智慧。不是所有的这个智慧都被称之为圣观的，因为呢前面有个圣圣表达的是圣法。什么叫做圣法？圣法不是指的是所谓的大圆满大中观大手印或什么之类的，那它指的是万法的本性，那叫做圣法。就是说我们一般看到这个万法的时候，那看到的是一个表面不是那个实相。那但是这个表面都有它的本体或者它的这个实相的部分。那这个实相的部分呢，我们一般的凡夫众生是没有办法看得清楚的。谁能够看得清楚呢？就是圣者才会看得清楚。意思就是说，我们的心跟圣者的心是一样的体质，都是明。但是这个我们的心的明或者这个亮度我们凡夫的心的这个亮度是非常的有限的，看得到的是非常有限的。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的心本来是明没有错，但是呢我们把心上面磨了很多很多的这个障碍，无明的这个障碍，所以呢我们就看不清楚这个人事物的真面目的那一个。那佛菩萨们他们就经过很多很多类似的修行，清扫自己心中的烦恼障所知障这些的障碍，慢慢的这些障碍没有了，那么他心的这个无限的那个明的这个亮度就展现出来，所以他就可以看得到一切法的真面目。所以真面目那就是空性，对吧？让我们刚才说明空的空，显空的空。那它是正法，为什么是正法呢？因为只要了解了这一点，或者只要证悟了这一点，那我们就可以得到解脱的可以远离这个凡夫的。那么远离凡夫的境界的，那叫做圣法，就更为殊胜的嘛，对吧？可这个圣法不是只有在佛祖的身上有的，这个杯子上面也有这个圣法，对吧？因为杯子的空气，那就是圣法。所以圣法是从任何一个法上面都可以找得出来。所以圣法离我们不远，我们的心本身就是空性，我们的身体也是空性，只是我们没有看清楚。我们一直认为我们的身体呢是肮脏的、痛苦的，我们的心呢是烦恼的等等的，就很悲观的方式来看待我们的身心的。在密乘当中说到我们的身体呢，那是佛的身体，菩萨的身体，我们的心呢就是佛的智慧，菩萨的大悲等等，不是没有道理的。因为呢
佛菩萨的身心跟我们的身心是一致的，就是我们看低了我们的身心，我们看扁了我们的身心，所以这个是一个不正确的所谓的戏论。因为这样的关系，佛就说了，一切众生皆有如来藏，甚至佛说一切众生的心灵内各有法身，佛陀的这个法身，意思就是说，不要看扁有情众生，不管是这个众生的那个阶级有很多嘛，对不对？你不管是什么样子的阶级，都是平等的，都是佛陀，都是本来的佛陀，也是未来的佛陀，没有一个是永远的低级的，就是这个意思吧。所以所以说这个正法那就是所谓的空性。那能够分辨或者说能够看得出来这个空性的，那叫做圣观，那是一种智慧。那我们闻思的时候，空性无我这种是从文字语言方面表达出来，是一种文字的游戏，是一种往外的一个思想，但没有办法去体会到这个无我。那你真正的想要体会的话，那你必须在一个禅定当中，依于一个很稳定的一个体系上面，然后去修这个无我，这个空性。不但你了解这一切的一切是明空或是显空的，而且你会体会到这个显空不二或者明空不二的真理，那才是真正的有用的。这嘴巴说，然后心里面就这样就想，对你自己心中的这个烦恼也没有任何的这个消除的作用，也对心中的这个智慧产生的力量也非常的少的。所以为什么要观修的原因就是在这里。所以有的人喜欢喜欢那个文思就是一直在学大佬那个什么是大佬是吗？活大佬学大佬嘛，对吧？也是那也不是最好的一个办法，因为你缺少了这个实修的部分。那有的这个文思就是这样没有什么作用这实修才是最好的。其实真正的你了解佛法的时候都很重要，都非常的重要。而且文思不离修，实修不离文思，这样才是真正的一个修行者。你不能够只选择一种，因为你不求文思你就修不出来了，你修什么？懂了？那么不修你文思的这个智慧它的作用是有限的没有办法去让你真正的得到这个所谓的成就的。经中有论曰于境至心者，圣法分辨者，欲为止于观。所以止观是什么呢？把心置于心，然后去分辨圣法，这是两回事嘛，对吧？心置于心是止，然后去分析心的这个实相，那是观。所以他就举了一个例子嘛，因为成就有很多种你的成就的这个所缘境不一定是只有一个东西。
你的禅修的所缘境也可以是外在的东西，也可以是内在的东西。在这个经庄严论当中举的例子呢是内在的，那就是心。刚刚我们上面学过的嘛，对吧？就说我们的心呢就放在自己的心中，也就是说我们有2个心，一个心呢是所缘境，另外一个心呢是能缘的有境，对吧？一个是被看的，一个是去看的，2颗心。所以我们的心不去听，也不去看，也不去闻，就是跟这个外在的色声香味触完全没有关系的。我们的心的注意力放在自己的心当中，那叫做止。然后过了一会儿，觉得进入状态已经稳定了，然后呢就不理这个所缘境，注意力不能够离开这个心，仍然是放在这颗心上面，再来去分析这颗心是从哪里来，去哪里，形象是什么等等等的，它的这个动态，它的样子，它的改变等等，我们要一清二楚的去分辨，然后呢去想这个是显现而无实有的一个道理。我们就如经论当中所分析的方法，我们用禅定的方法来去分析的结果，那就是空性明空不二，这样的智慧要显现出来。这个智慧显现出来了，那叫做圣观，对不对？所以这是这个解脱庄严论当中，不是那个经庄严论当中所提到辨认所谓的止与观。于此若有于此若分有2，前者为分辨尽所有境，亦即分辨蕴界处等各自；后者为分辨如所有，亦即若以证悟人法2无我来分，则有2种。意思就是说，这止观呢就可以分为2个的，一个是尽所有，另外一个是如所有。尽所有指的是我们去寻找这个世俗的万法，比方说五蕴18界12处等等等等的这些，就是那个尽尽是那个数目那么数目有多少，那万法有这个无数的嘛，对不对？所以呢依于世俗的看法来去分别一切的法，那叫做尽所有。然后把这个尽所有的例子上面，我们去分辨如所有。如是如是就是真如。那么就像蕴来讲蕴它本身那是有为法，然后它是无常，因为是有为法，因为是无常，所以它是空性。那空性是它的真理也是真如，所以这个用这个证悟空性的智慧，或者说用理解它的真理的智慧来去观修止观，那是如所有的止观。所以呢，这就可以分为2种。那这样的方式来去分析的，到最后的结果是什么呢？成佛的时候，我们就有所谓的尽所有智
如所有智的两种的智慧会产生的。那么如所有呢，就是这个里面举的例子就是说人无我跟法无我两种，对不对？哪一个法不是人无我？哪一个法不是法无我？没有一个法不是无我的。刚才上面说的尽所有，尽所有全部的全部都是属于什么呢？属于无我，既是人无我，又是法无我。那这时候我们要知道说，什么叫做人无我，什么叫做法无我，对不对？这个里面的人跟我，法跟我的这个我，不是说你我的我，而是说真正的意思，真的意思。比方说这杯子它是真的是杯子吗？如果是，那是真我，不是那个杯子我，杯子是属于真正的。如果杯子呢不是真正的杯子，那叫做无我，知道了杯子是没有的，无是否定嘛，那否定了这个杯子的意思。所以法我的时候，蕴戒处等等的这些都叫做法嘛，对吧？那么这些的法不是法，没有法的体系，那叫做法无我。人无我是指什么呢？这个人我们没有办法拿在手里面，然后说他是无我，没有办法。因为人没有人可以看过的，这杯子总是有人看过嘛，对吧？有人看过，有人可以拿在手里面。可是人是从来没有人用眼睛看过，用耳朵听过，没有人看过的，也没有人可以拿在手里面的，所以我也没有办法把它拿在手里面，捧在手里面说，这个叫做人，然后呢，它的体性是不存在的，所以呢，叫做人无我，我没有办法这样拿嘛，对吧？那怎么办？我们就眼睛闭下来不看它，因为它不是可以看的，所以呢不看它，然后去回想我们的嘴巴离不开我字，我心也是离不开我，不管是好坏都有我的份，这样都是为了我，这个是到底是什么是我？我们执着的那个我到底是什么？去讲。从我们的心当中去找我是哪一个，绝对找不到在身体里面去找也找不到。我们的我执从来不往外看，来把这个柱子房子当做我，从来没有人这样想。一切有情众生都是一样的，都是在往内执着我。可是这个我到底是什么？我说过，谁也没有看过这个我。我们无始以来都有一种概念，就是所谓的我的概念，我你他，对不对？这样的概念。可是我们从来没有看过这个我到底是什么。
不要说我们那个愚昧的有情众生没有看过这个我，连具有一切智慧的这个佛陀也没有看到这个我。所以呢，等于什么？等于我是不存在的，所以叫做人无我。所以说我人是指的是我讲那个我的对象叫做人，他没有叫做人无我，知道吧？人是没有的意思。所以圣观的时候，我们今天比方说读阿毗达摩，那么阿毗达摩里面呢去分析尽所有蕴有多少，蕴有五蕴，五蕴当中的色蕴有多少，色蕴呢就有10个或者说11个，那么11个当中的色蕴的里面的色又有多少等等的去分析，知道吧？去分析，比方说色蕴里面有10个色蕴里面，一个是用眼睛可以看得到的色，那么眼睛可以看得到的色呢，又有多少呢？有颜色，有多少颜色呢？有黑的、白的、红的、花的等等等等的，这个可以分享很多，这是一个尽所有的一个圣观。那么如所有的圣观呢，就拿一个法来去分析也好，或者说拿一切的法来去分析也好，最终的结果呢是无我这样的禅定，所以呢可以分为2个的意思。若以对境来分，则有分别和寻思2。这个因为藏文里面有个叫做能多多把上还有学把，有2个词。那么平常我们把多把翻译成什么呢？翻译成分别，然后学把就变成了寻思。那这个藏文里面解释的时候，多把是什么呢？叫做rasa多把，什么学把 ？OK， 比较初步的去了解的，那叫做多把，就是分别。那么比较细微的去了解的，那叫做学把，所谓的寻思。我是这样翻译的。但是有的人翻译，有的人的翻译里面呢，这2个的分别是什么？怎么翻译的呢？就是前面是寻思，后面呢是视察。寻思和视察就有这样翻译，视是有一个人字边，然后一个公司的视嘛，对吧？视察观察的察。这样翻译的也有。但是它的意思呢，就是我们前面说过了。然后我们去想蕴，那是比较初步的那叫做多把。然后呢，蕴里面的蕴作为一个例子，然后这个上面去寻找其他的答案，它是无常吗？它是空性吗？它是所作性吗？或者什么之类的分析呢？那叫做觉把，所以东觉是这个意思。所以这个是所缘境有2种的，一种是比较初步的，比方说我们一眼就看到了这个杯子那我说杯子这样子的分别外面，那叫做多把。然后我说这个杯子好看这个杯子的那个成分是什么？它是什么样子的做效做的，或者它可以值多少钱等等的，那叫做觉把。所以就分为2个的。若以分别之理分之理来分的话，则有
在这个解分密经当中有说到，即为分别，定为分别，即为衡量，尽为衡量。这个我也不是那么的了解他在说什么，但是从文字上面来去理解的话，好像是这个分别和衡量，分别呢去做区分，那区分的那个进度或者说它有两个阶段，一个是分别，然后呢最后呢就是比它的分别的还要更为细，或者说更为那个确定下来的一个极度的一个状况。那么衡量也是去了解的意思嘛，对吧？去了解，那么极为了解尽极为了解，就这样两个分别。有加行和正行分则有两个，一指加行时的各自分别胜观和正行时的不动胜观。加行是什么呢？加行是未来的正行的条件或者说前行，那叫做加行。比方说我们去分析这个运，那运是无我，为什么它是无我？因为它没有一个实际的存在。那这个是在做分析嘛，然后做分析，那叫做前行或者加行。然后分析的结果出来了之后，把运跟无我结合在一起，然后这样的一个智慧的状态安住，那就是这所谓的正行的这个胜观。好，我们今天就上到这一边。其实部论就是一个禅修课，都是在讲如何去修行这个所谓的见解，这是非常好的一部论，可以作为一个随身带。没有事，我们出去玩了，到了山上累了，坐下来，你把它可以翻一下，翻一翻，然后就拿它的内容来那里打坐修行，是很不错的一个选择。有时候这个讲到空性的时候，都是好像是一个哲学然后我们自然而然会往外看，我们好像是一个研究生的感觉。但是这样这部论的说法来讲的时候，我们就不知不觉就结合在自己的心中来去入境来去体会到它的内容，我们自然而然会有这个禅修的一个状态。那是一个比较在中观的论点里面就比较难得的一部论的。好，有什么问题吗？可以问。